家主，5000名保镖已经在去海城的路上了。家主，万亿资金已注入海城银行，任您使用。爷爷，您如此大张旗鼓去小小海城做什么？你姑姑找到了，只是已经成了植物人。目前你堂妹在会所打工赚钱，为她治病，受尽了欺辱。我这个失职的外公也该去赎罪了。先走了。马上去海城，接回妹妹。是。我求你了，我妈病危，你要100万手术费，我求求你帮我妈交上吧。那老贱人都成植物人10几年了，浪费了老子这么多的医药费，死了正好。妈，当初是我妈一手创立了牧氏集团，把牧氏集团发展起来的，你怎么能这么没有良心啊？老子要是没良心，当初那个老贱人被车撞得失忆的时候，老子就不会救他。当时因为她长得漂亮，做老婆还可以，谁知道她怀了你这个小野种，想想老子都晦气。天华，你要是把温馨打死了，老爷子那1个亿不就泡汤了吗？温馨啊，你妈毕竟是条生命，救咱们肯定要救的啊！谢谢阿姨。只是老爷子病危，现在给咱家了1个亿，让你妹妹去度假冲喜。你说我怎么舍得让你妹妹去受苦呢？到陆家，你只要能代替你妹妹嫁到陆家，你妈那医药费啊，我全包啊！家人，可是我所有在。先生，你有点酒水。怎么都这样了？我换你负责。不要！我才不关心你那点破事，你昨晚就是跟狗睡了，你也得嫁到陆家，不然你妈就等着死吧。好，我嫁。我妈给我的玉佩，一定是昨天落在水晶宫了。穆淑雨，陆先生，长得不错，不过我臆想你是一个为了钱嫁进陆家，你就让我觉得恶心。陆先生，您的手腕是不是昨天晚上用的？你跟踪我？我没有，我昨晚在水晶宫救了一个人。在救人，就是陪人睡觉。不是的，是他强迫我的。你闭嘴！我不想听你的脏事。一个为了1亿彩礼嫁进来的脏女，你们是什么好货色？我是被迫嫁给你的，不是为了钱。你以为我不信？你以为你嫁了我就不敢动你？喜欢去会所跟踪？好，我让你去会所保护狗。来人！对，不要！放开我！放开我！陆总，有必要这么对待？你在教我做事？不敢。
昨晚让你查的事查得怎么样？昨晚水晶宫的监控全部被破坏，正在修复。给您下药的服务员已经处理了，只是陪您的人还没有找到。他应该是水晶宫的服务员，找到了，我答应要对他负责。是，我就去水晶宫挨个盘问。陆总带来的女人真是极品啊！这身材，这脸蛋，真是个尤物呀！别碰我，是陆先生。奖给你，玩开心点。谢谢陆总。陆总慢走。好了，宝贝儿，哟，你就别挣扎了。陆总这么坚强，他说过的话是不会收回的。哎，您放心啊，本少爷今天晚上一定会让你欲仙欲死的。妈的！你敢打老子啊！你敢打老子是不是？这是救那个女孩的生命，昨晚都结了，我会对你负责。不要！把人给我放！把人给我放！陆总，你不是说把他送给我吗？滚！是。陆清寒，只要你给我100万，我马上跟你离婚。你这样羞辱我，只会让我唾弃你。1个亿的礼金都满足不了你，你还在这贪图100万，你真是铁拜金。那笔钱根本就没有到我手里，我不能说出我提价的事。陆清寒知道了必然会对付穆家，到时候穆天华不会放过我妈的。编不下去，说那天晚上你在哪个房间救我828号房间。你问这个，我难道救的人真的是你吗？陆总，昨晚在会所救你的人找到了。入侵！我没有。把他给我带回去。还真让我猜得到了，这个女人既然已经找到陆清寒了。这是海城首富陆清寒？难道说刚才是这个女的陪他睡了？不，是我陪他睡了。不对，万一陆清寒记得他的长相，先去把监控破坏了再说。陆总，这位就是之前救过你的阮小姐。陆先生，这是……她是我妻子啊，陆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结婚了，不然我不会和秦助理回来的。陆太太，对不起，我这就走。这是你的原则。我不是，这明明是我妈留给我的玉佩，昨天落在888房间了。陆清寒，你相信我，昨天晚上真的是我救的你。这香味跟昨晚的女人一样。不要！舒雨，我终于找到你了。陆清寒已经知道昨天晚上救他的不是你了，你不要再骗他了。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你。一人都找上我，
你还想骗我？陆君涵，我对天发誓，你的胳膊是我挠破的，昨天真的是我救的你。你别再说谎了。陆总，昨天晚上舒雨翘班，跟我在丽景酒店玩了一晚上。你放过他吧，他再也不敢了。没有，陆君涵，你相信我。秦志，马上给丽景酒店打电话，查昨晚的开房记录。是，陆总。陆总，昨晚的丽景酒店入住记录里确实有王轩和穆舒雨的开房记录。我没有。闭嘴！骗人的样子真让我觉得恶心。你别在这给我装晕啊！起来！陆先生，你别惩罚太太了，她已经晕过去了，我送她去医院治疗了。好，等他醒过来，我跟他离婚。去你！谢谢陆先生。还好我留了一手，提前安排好王轩做这场戏，不然还真让这女人翻盘了。家主，总裁，我们来晚了一步。大小姐嫁进陆家之后受伤了，现在已经送到医院去了。立刻去医院。是。小小，你还真有本事啊！竟然能预知这个女人会找到陆清寒。要没这点手段，我还怎么当陆太太？我让你准备的硫酸呢？这玩意儿可是会毁容的。这胎记这么明显，谁知道你吻陆清寒有没有看见？我现在把它毁了，就死无对证了。见了，要么你赶紧离开陆清寒，要么我就不惹你死。小小，这女人不是叫温熙吗？怎么改名叫穆舒雨了？这里面肯定有事，我现在也去趟陆家。阮小姐，请您喝水。阮小姐，您可是陆家的救命恩人，一飞冲天的大人物，怎么来我们这种小家小户了？少说废话，我调查过了，你嫁给陆家的不是你亲生女儿穆舒雨，而是你的继女温熙。你胆子不小啊，竟然敢找你嫁！你说，我要是把这事告诉陆清寒，他会怎么用呢？阮小姐，不要啊！只要你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什么都听你的。那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去趟医院，就说新的胎记是假的。他怎么样？他受伤后引起的高烧，不过目前正在退烧。求求你，救救我妈！难道她嫁给我，真的是被家里逼的？去调查一下穆舒雨母亲的情况。你怎么在这？你说，你骗了我这么多次，
我该怎么折磨你？你这副肮脏的躯体，当副玩具，倒也还可以。陆清河，你别跑啊！我说的都是真的，是你连谎话都分辨不出来。这种欲拒还迎的把戏，你都玩不腻。这是怎么回事？我书上就有的梅花胎记，阮潇潇怕你认出，特意把它换了。那里的人果然是你。清寒，你怎么亲自过来了？穆小姐这里我来照顾就好了。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清寒，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还在这儿装？那晚救我的人确实是舒雨，是你故意毁了她的胎记，就害怕被我认出来，对不对？不，清寒，我没有。住手！住手！舒雨胳膊上的胎记是假的。你们怎么在一起？我现在就要听你的解释。你若是敢撒谎，我就让穆家消失。不敢，陆少，我怎么敢隐瞒您呢？其实真相就是，舒雨知道阮小姐有个梅花胎记，她就想给她毁掉，但是阮小姐反抗，她不小心就伤了自己。不，你胡说！舒雨啊，都是我太惯你了，让你养成了胆大包天的习惯。你身上的纹身呀，就给陆少实话实说，要不然呀，妈真的生气了。照我的说，要不然你妈死定了。对不起，陆先生，我的胳膊是自己弄伤的。还有，它不是胎记，是纹身。撒谎了。你确定？陆少，这次舒雨真的没骗你。他身上的纹身呀，是因为当时上初中的时候，他跟那些混混在一起不学好，偷偷背着我跟他爸纹上的，是不是舒雨？家伙大的胆子，养出这种女人，嫁过了肆意欺骗，你必须要给我交代。你个混账东西，还不赶紧下来！跪下来给我道歉！陆先生，你就原谅太太吧，都是我的错。要是他毁掉我胎记的时候我不反抗，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你竟然把小小伤得这么厉害，我要他跪下磕头给小小道歉。陆清寒，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这孩子做错了事就赶紧道歉。都是我把你教惯坏了，让你蛮横习惯。你道歉，要不然我就让医生拔掉你妈的膀子。3、2、1。对不起，陆先生，不应该欺骗你。对不起，阮小姐，都是我的错。放屁！放屁！舒雨，你根本就没有错。爷爷，您身体才刚恢复，不在病房好好疗养，您来这干嘛？哼！我再不来，舒雨的命就被你们折腾的没有了。好孩子，你受委屈了，爷爷这就给你做主。陆清寒，你个臭小子，不要忘了，如果不是舒雨来咱们家冲喜，我这条老命早就没了。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
跟这个女的断绝关系，好好的和淑玉过日子，否则我就罢免你的总裁职位。爷爷，为了小小陆氏总裁的位置，我也可以放弃。这怎么行？我算计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当总裁太太的。陆先生，你别为了我和老爷子伤了和气，都是我的错，我这就走。爷爷，小小她救过我的命，说过我对她负责任，谁也阻止不了我和穆淑雨离婚。你逆子，大逆不道！爷爷是你教育的，爷爷如果有什么事情，绝对不会放过。不是我。陆先生，请你到医生办公室签字。我该不会是在那晚怀了陆清寒的孩子吧？怎么会这样？嘴巴都结了，我和你们夫妻。不要！不要！该死，这个贱人居然怀孕了，她必须得死。喂，轩哥，立刻来市中心医院，给我送2样东西过来。总裁，现在我们只有市立医院没招了。那你为什么不提前确认好小溪在哪家医院？对不起，总裁，是陆家佣人跟我说大小姐在这儿。你都闭嘴！现在马上去市立医院去接我的好孙女。你有输液器里注射了什么？这个老不死的处处护着你，有他在我还怎么当着总裁太太？他必须死！总裁！清寒和医生马上就来，你跑不掉。跑？我为什么要跑？救命啊！救命！爷爷情况怎么样？陆先生，请放心，陆老爷子只是受到刺激晕倒而已。医生，不好了，陆老爷子病危了。什么？让开让开！陆老爷子心脏停跳了，要马上送去抢救室抢救。小小，清寒，你不要怪淑雨，都是我的错。小小，医生，医生！穆淑雨。找死！不是我，是阮小小，他往爷爷的输液器里注射东西，我想阻拦他，他就拿出刀伤了自己。家伙给我！缴获贱人，谁会扎伤自己嫁祸别人？而且刀还在你的手里，你说的话自己信吗？真的。
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真的不是我，一定是阮小小把他证包放到我的口袋里的。你快报警，让警察来查，上面一定还有阮小小的指纹。你刺伤小小，趁机把他的指纹抹在针管上，你就是为了报警诬陷他。你说语，你这么怎么不去死？真的不是我。你有没有自己去跟警察解释？穆书宇是吧？你涉嫌蓄意杀人，跟我们走一趟吗？没有犯罪，我是冤枉的。陆先生，您确定要指控自己的妻子故意杀人吗？这可是会重判的。重判？我希望他坐牢一辈子。陆清寒，我没有害爷爷，更没有杀阮小小，一切都是阮小小的阴谋。你不信我，你会后悔的。都是我从小太教惯你了，让你养成了这么多坏毛病。都是我从小太教惯你了，让你养成了这么多坏毛病，现在居然还敢杀人了！把他给我带走，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只当没养这个女儿。我知道了，我好，是你跟阮小小一起陷害我的，对不对？陆清寒，我有话要跟你讲，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淑玉，你进监狱以后一定要好好做人。要是陷害你的又怎么样？你再多说一个字，你妈必死无疑。记住，进去要好好认罪。他刚才说他不是穆氏，没说什么，他只是想说，他现在不是穆家的人了，只是想我们护着他。是吗？我，陆先生，阮小姐醒了。你醒了，感觉好些了吗？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陆先生，我怕穆淑雨他为了伤害我，不惜陷害他最疼爱他的老爷子。我想拦住他，他想杀了我。老爷子怎么样？你放心，爷爷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什么？那个死老头子醒了，一定会给那个贱人洗脱罪名的。但是医生说，毒素已经迫害了爷爷的脑神经，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爷爷醒不过来，我怎么感觉你挺高兴？怎么会呢，陆先生？我只是担心，如果我能拦住陆太太的话，老爷就不会有事儿了。做了那么多错事，已经没资格做我太太，我会让他牢底坐穿。我公司还有点事情，你先好好休息，有事的话找我助理。陆先生，你也注意休息。穆淑雨，你就等着死在监狱吧，陆太太的位置马上就是我的了。你是穆淑雨？妈的，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小贱人！大姐，你跟他废话什么？上面已经吩咐了，要折磨他到死为止。说什么？谁让你们折磨我的？你自己犯了什么错？你自己不知道吗？那个人说了，
让你死在监狱里。陆清寒，你好狠的心啊！只怪你爱错了人，快趁手看守不在，打个死状！救命！你个贱人，在这里没人救得了你，送他上路。得罪什么人？你怨不得我们。住手！小谢，小谢，我们去了医院，你被现在进监狱。没事了，小希，外公带你回家。外公，原来我也有钱。快送小希去医院！这样的人渣就不配在世上活着！动手啊！大哥饶命，我们是收钱本事。立刻查清楚，是谁在背后陷害我家孙女？敢碰我白振雄的孙女，我让他在海城消失！陆总，穆小姐被人保释了。什么？他杀人未遂，怎么可能被保释？谁保释的他？清寒，我说的小伤没什么的，老爷子还在 ICU 呢。况且他要是跑到国外伤人怎么办呀？是谁保释的穆叔？是帝国集团的新总裁白子川。白子川，海城首富白子川，难道说公子与穆小姐私下有染？把穆叔宇给我带回来，再去查一下他跟白子川到底是什么关系。是，陆总。为什么要把他带回来？不应该把他送去治安处吗？医院的监控视频确实被人恶意捣毁，况且那根针管上确实留有你的指纹，治安处证据不足，也无法立案。即便是穆叔宇认罪，也不影响不是。什么叫证据不足？我不就是证据吗？而且那天护士和医生都在，你亲自也在现场啊。你心急什么？哇！法律有法律的规定，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穆淑雨是我的妻子，自然要留在这里。难道说陆清寒开始怀疑我了？不行，我一定要赶快除掉穆淑雨才行。陆总，我调查了穆淑雨的家世，她的母亲叫欧和，并没有生病。一直在骗我。不要！我没有杀人。小谢，你醒了。你是谁？好孩子，让你受苦了，都是外公不好啊。你说我外公？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说过？唉，这话说来话长啊。都怪我呀，当年不想让你妈跟你爸那个穷小子受苦，即便已经怀上了你，我还是死活不同意他们在一起，逼着他们不得不离家死。没想到啊，他们竟然遇到了车祸。当我赶到现场时，你爸已经去世了，你妈她竟然没有了音信。
谢，这么多年爷爷从来没有放弃寻找你和姑姑的下落。现在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你以后再也不用受任何委屈了。我妈还被穆家控制。好了，姑姑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你就安心躺着。我们已经把姑姑送最好的医院了，医生已经在做康复治疗了。至于穆家，我会让他付出代价。你妈呀，一定是怪我的，要不然为什么清醒了以后还不知道回家呀？不是的，外公，我妈跟我说她失去了很多记忆，只记得肚子里的我一定要叫温熙。温熙，你爸他就姓温呐，都怪我呀！外公，你别难过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逝者已矣。好孩子，是外公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我让人拿1000年的灵姿和人参给你好好补补。小希，等你好了，我的帝国集团总裁的位置也还给你。咱们家最近收益还不错，每天都有几百个亿呢。哥，外公，咱们家这么有钱吗？有钱？不，我们家那叫富可敌国呀！去年世界500强，其中有400家企业都是我们白家的企业，只是我们白家一向低调，没有人知道那是我们白氏的企业而已呀。小希，你喜欢做什么就告诉哥哥，咱们白家的产业涵盖了各行各业，不管你喜欢干什么，我都能找到那个行业最精英的人来为你打工。子川，帝国集团不是在海城建造了一个金顶别墅群吗？最近我们也没有回帝都的计划，那个别墅群就不要买了，留着给小希做住处吧。好的，爷爷。小希，这金顶别墅群里面有300套别墅，你喜欢哪套咱就住哪套，到时候哥给你安排好佣人还有保镖。金顶别墅群，哥，你说的是那个海城最高端的别墅群，那里边每套房子售价都要1个亿。哎呀，什么高端别墅啊，那就是乡下的破房子而已。小希啊，你不嫌弃就行。好的，爷爷。看来小希还没有适应咱们家的生活，正好今天晚上有个海城的名流豪门给我们举办的欢迎晚宴，我带小希去见一下。这种乡下人的聚会去了有点掉架子呀，不过也好，让小希去适应吧。小希啊，这里有一张黑卡，你拿着，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外公，这卡太贵重了，现在妈妈有你们照顾，我不需要钱。贵重什么？里面也就1万亿而已，只够你的零花钱。难不成你嫌外公给你的太少了？1万亿零花？看来小希这孩子这些年在外受了太多的苦，这么点钱居然嫌多。爷爷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好小希，不让他再受一点委屈，让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哥，这不算正常人的生活吧？怎么不算正常人的生活？我知道了，肯定是陆家那个坏小子把我们家孙女儿欺负成这个样子。子川呀，立刻让陆家在海城休市。是爷爷。我不要。外公，哥，陆爷爷是在我妈妈变成植物人之后唯一一个维护过我的人，这份恩情足以抵消我在陆家受的委屈了。你们只需要帮我把婚离了就好。好吧。好，既然你决定了，我会爷爷尊重你。那离婚的事儿，我现在就吩咐律师去做。爷爷，让小希好好休息吧。
他妈的，温馨那个小贱人，怎么就和帝国集团的总裁白子川扯上关系了？还把白凤那个老贱人从医院带走。没了白凤，我们就失去了控制温馨的能力。万一温馨那个小贱人把地下的事情告诉了陆清寒，我们可就完蛋了。老公，你慌什么慌？当初要不是你救了失忆的白凤，她根本没命生下温馨这个小贱种。没事了，我们终于可好好在一起了。我靠，这么大的黄钻，肯定价值连城。这女人长得真漂亮，是我老婆了。可我们这些年对温馨的态度太差了，我想她不会念当年我救他妈的恩情。哼，这个小贱人，要是她说出替嫁的事情，咱们就给她来个鱼死网破，让媒体曝光她恩将仇报，让她身败名裂。到时候我不相信那个白子川还会护着这个小贱人。再说了，就算这个小贱种把替嫁的事情说出去，咱也可以不承认，就说她爱慕虚荣，想嫁入豪门。臭不要脸的，把我们家淑女的老公抢走了，跟我们没关系。对，就这样。白子川虽然是帝国总裁又如何？我就不信他会为了一个小贱人去跟媒体作对。来，让开，让开。这不是孟小姐吗？原来她被保释后一直没回陆家，是跟白子川好上了。这白子川可是帝国的总裁，孟小姐这是没少下心思勾搭呀。你闭嘴，穆淑雨，我真是小看你勾搭人的本事。这个贱人真是阴魂不散。今晚的白家晚宴上，我就要捅破你害了陆老爷子的事儿，让你身败名裂。哇，是帝国集团总裁白子川，他好帅啊！看他的样子是带女伴了，谁这么幸运能成为国内首富继承人的女伴呀？这是谁呀？好美啊！太美了，就像是天仙一样。咱们海城什么时候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哥，我去拿洗手间。去吧。真不愧是肮脏会所里出来的下贱，勾引男人的本事还真不小啊！你这身衣服是白子川给你买的，还是你用肉体换来的？你这个贱人，你居然脱我！你这张嘴太臭了，得好好洗洗。我现在就撕了你！穆小姐，对不起，你原谅我吧。穆淑雨，你闹够了没？你还在这欺负小小。这种贱人，还需要分时间吗？你来的正好，离婚协议收到了吧？把它签了，咱们一拍两散。看来白子川真的给你不少好处，让你这么快改变心意。想离婚，把我之前给你的1亿彩礼给我还回来。我当是什么呢？不就是钱吗？拿走，没有密码，刷完记得还。这张全球限量的至尊黑卡，你哪里来的？什么？清寒，这可是全球只有限量10张的黑卡，只有世界的顶级权贵才会有的。你很喜欢啊？井底之蛙。
你还没说清楚这张卡是哪的，或者说，你是为了这张卡才勾搭上的白子川。白子川虽然是全国首富，但他还没有强到可以拥有这种全球限量的至尊黑卡。这张卡很有可能是假的，你别被他骗了。说完了，陆先生，我宁愿被子川哥骗，也不想被你这种渣男羞辱。陆家是你想来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姓陆的，放开小希！找死！小希，你为了勾搭，连自己的名字都换了。白公子，你可别为你身边这个女人给你骗了，她身上可背着2条命案呢。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这么说小希？来人啊！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拖出去！白子川，你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敢跟我陆氏集团为敌，你会后悔的。陆清寒，你威胁我，你算什么东西？好，我倒是要看看你一个小小的陆氏集团拿什么跟我帝国集团抗。还等什么呢？拖出去！小希，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你是我妹妹？这样他们就不敢欺负你。我不想太高调，哥。而且阮小小那个贱人真是什么都敢说，我一个人名声不好就算了，别连着你一起被他败坏。那陆清寒现在还把你当成穆淑雨，这个误会就不解开了？哎呀，当就当吧，反正他对我不好，如今让阮小小骗他一阵儿，也算是教训。现在我妈没事了，我是想安静的陪着她。陆先生，穆淑雨太过分了，仗着自己傍上了白子川，竟敢这么对你！你确定他和白子川是情人关系？我可听说，白家这2年一直在找白老爷子流落在外的女儿。穆淑雨这个年纪，怎么可能是白老爷子的女儿？律师，今天是胜负宴会，我不适合跟白子川起冲突。若是还有下次，我定要让穆淑雨乖乖回到陆家。走吧。小希，我先去接个电话。好你个小贱人，我们给你机会，让你嫁到陆家，你不感恩戴德我们，伺候好陆清寒，害得陆清寒断了和我们穆家所有的生意来往。老公，你在废话什么？把他拉回陆家，让他跪下道歉就是了。你个小贱人，竟然敢打我！老公，你要好好教训他呀！你敢打你妈我？打呀？怎么不打了？你敢打我，我就敢还手。反正是正当防卫，死人了也无所谓。来人呐！大家都来看呀！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逼着丈夫在外面跟野男人偷情，她不守妇道，被我给老公抓住了，竟然还要杀我们，弑父杀母，简直是丧尽天良了！看穿的人模狗样的，却大白天偷情，真是不要脸。既然要杀自己爸妈，不怕遭天打雷劈吗？你们少来这套！我跟陆清寒已经在走离婚手续了，我现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也管不着。还有，你们根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还想套到老家，做梦！
么回事？欺负我妹妹？你好，白总，我是穆氏集团的负责人，也是温熙的爸爸。你可不能让这个小贱人的外表骗了，她是一个恶毒的女人。刚才她还要杀了我和她妈呢。是啊，白总，你看我们把温馨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只需要1个亿，不，10个亿，我们就可以让她跟陆心寒离婚，嫁给你。你想对她怎么样就行。你怎么还打人呢？哎呀，就你们两个，也有资格当小西的爸妈？来人，把他们两个给我带来，好好教教他们做人。白总，你就饶了我们吧，白总。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老公，我看王熙那个小贱人已经绑上白子川了，可是陆心寒一直催咱们要人，如果咱不给他，这1亿彩礼就要退掉，这该怎么办呀？白家虽然是国内首富，但在海城陆家最大。我这会儿就给陆总打电话，让他到餐厅来，抓住这一对奸夫淫妇。哎呀，陆总，是我们没有管教好女儿，竟然大白天在这餐厅里偷情。我跟淑玉他爸本来是想把他拉走的，谁知道他把电梯领来，直接打我们，还赶我们出来。你放心，这女人死定了。这万一这白子川在护着那女人呢？人家白总可是个聪明人，人身为帝国集团的老总，人家不可能为了温馨这个离过婚的女人跟陆心寒真的闹起来。也对，只要不让咱们还陆家那1个亿的彩礼，管他们呢。小喜，爷爷给你买了家商场，里面入驻了很多珠宝奢侈品店，我带你去选选。哥，这会不会太铺张了？铺张什么？咱们白家最不缺的就是钱，走吧。小西，怎么了？放开他！她是我的女人，谁允许你碰她？心寒，心寒，我告诉你，小西已经跟你离婚了，你没资格管她。穆小姐，虽然你已经跟心寒提出离婚了，但是你们还没正式离婚呢。你居然当众跟白公子搂搂抱抱的，传出去可是会影响白总声誉的。刚刚是爸妈来管教，现在是老公来捉奸，这个女人的私生活可真够乱的。老公是陆氏集团总裁陆心寒，奸夫是帝国集团总裁白子川，这样的好戏可不多见，我拍下来，发到网上，做上大火。谁敢发出去，我让他在海城永远失业。没关系，哥，让他们拍下来发到网上，就说陆氏集团总裁婚内出轨，妻子想离婚，陆总故意不签，还把小三儿堂而皇之的带回家里。不对呀，刚刚这个女人和白总吃饭的时候，两人也没有勾勾搭搭的呀。原来那可是小三呀，怪不得长了一张女床。陆叔，你可真有本事，既能勾引男人，也能颠倒黑白啊！比起陆总婚内出轨，堂而皇之的把小三带到家里，我自愧不如。我不允许你这么说，秦寒。淑玉，你干嘛推我？陆淑玉，你还敢欺负小小？你之前伤了小小的事情，你以为过去了？爷爷还没醒呢，
这些都是你犯下的罪孽。给你脸了是吧，陆清寒？可这么一次一次欺负小希，白总，这是我陆家的家事。陆家？那从今天起，海城再无陆家。想要对付陆家，也要看你白家有没有这个能力。白子川，你别忘了，强龙不压地头蛇。陆清寒，我白子川倒是想要看看，你这个地头蛇，拿什么跟我强龙抗衡？吩咐下去，海城所有产业不得跟陆家有任何争执，否则视为跟我帝国集团为敌。不行，不能再让陆清寒和白子川吵下去了。如果陆氏真的被白子川搞垮了，我当陆太太还有什么意思？白总，你别为难清寒了，清寒都是为了我才冲动的。清寒，我肚子疼。这男人眼瞎的呀，我都看不下去了。没关系，哥，反正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只是什么？没什么。宝宝，你出生之后，注定见不到爸爸了。陆总，不好了！从今天早上开始，有陆续10几家公司跟我们陆氏解约，这导致我们陆氏股价大跌。什么？什么？这一定是白子川搞的鬼。陆总，得快想点办法了。外界都传是你得罪了白家，才如此被封杀。现在公司的股东已经坐不住了，要你引咎辞职。公司的门口已经来了大大小小的记者，让公关部都打发走。是，可是陆总，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我知道，你去准备一份寿礼，明天是海城陈家陈总的寿，陈家在海城深耕100年，如果我能跟陈家合作，那么白子川对陆氏的封杀就会夭折的。是，陆总，我现在就去办。哎，你去。水晶宫的监控视频修复的怎么样？国外的团队还说需要1个月的时间。你催他们快一点。是，陆总。难道那天救我真的是穆叔？可明明所有证据都证明他是在撒谎。哥，外公这也太离谱了吧！这商场5层楼全都是珠宝奢侈品，海城的消费能力可比不上帝都啊！这商场怎么盈利啊？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咱家有钱给你花，怎么了？我先开会，你好好逛，需要什么直接拿走就可以了。你那张黑卡不是丢了吗？咱家还有9张，我又在你包里放了1张。你好，小姐，需要点什么？你好，帮我把这条项链包起来吧。等等，这条项链我要了。不好意思，这位小姐，这条项链已被这位小姐相中。他付钱了吗？没付钱，我们就能买。我可告诉你啊，我们家女儿要带这条项链去参加陈氏集团陈总的寿宴，能带着你们家的项链啊，那是你们的荣幸。赶快给我们包起来吧。算了，这种便宜货呀，还是更适合他，给他吧。帮我把这条包起来。你开什么玩笑呢？
这条项链可是这家店的镇店之宝，就凭你能买得起吗你？我看白总也没在他身边，估计啊是被抛弃了吧。嘿，一个穷鬼也就只能来这种高端的商场啊过过眼瘾。我是穷鬼，有你们在我怎么可能是穷鬼呢？而且你们刚刚给我的店添加了业绩，虽然只有，我没听错吧？你说这家店是你的？哎呦，你这个牛吹的呀！你怎么不说整个商场都是你的呢？真是可笑。说的没错，整个商场都是我。你脑子没病吧？谁不知道这是海城最豪华的商场？据说前2天好像刚被一个神秘富豪给包了，难不成是白子川不要你了？你又去给神秘富豪当小三儿？Boss， 怎么对我们总裁说话 ？Boss， 怎么对我们总裁说话？赵总，你怎么过来了？前几天跟清寒咱们在晚宴上还见过面呢，我就想买条几10万的项链，怎么还把您给引过来了？滚着！哎，赵总，你怎么挡了？敢冒犯我们总裁，没打死你都活该！欢迎总裁光临。还真是商场总裁，看他这个下贱样子，这家商场8成也是他卖身换来的。陆书雨，虽然清寒不要你，你也不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啊！真为你感到惋惜。上梁不正下梁歪，想必他妈呀也不是什么好货，你养出这么不要脸的女儿。你分析的到位。你道歉！你这个贱人，你敢打我！贱人，我跟你拼了！贱人，我跟你拼了！姓赵的，你放开我！我告诉你，我可是陆清寒的女人，这女人是你骗的吧？你居然陪她演的是总裁的戏码，你居然为了这个下贱货敢跟我动手，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啊！你嘴臭，挨打！你敢打小小，清寒不会放过你的！你们羞辱我的母亲，还不想用嘴道歉是吗？那就跪下道歉。你干什么？放手！放手！阮小小，你喜欢顶替我，喜欢捡我不要的东西，这些我管不着。但是如果你再管不住你这张犯贱的嘴，我不介意把你的嘴封上。没意思，走吧。小小，这个贱人，小小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温熙，千万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不然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珠宝界著名设计师夕颜与陈氏集团将于今晚陈总寿宴正式签约合作。清寒，你看这陆书雨前几天还跟白子川在一起了，怎么这么快就跟陈氏集团的陈总好上了？看着好亲密。备车，参加晚宴。来坐，你先坐，我去招呼一下。陈总带进来的女人挺眼熟的，不就是上次晚宴上白总带来的女伴吗？陈总已经有妻子了，怎么突然带了个年轻女人过来？莫非是小三上位？这个女人胆子还真不小啊！陈总的老婆可是高珊珊，她这不找死了吗？这下有好戏看了。我走。陆清寒，你发什么疯啊？我还想问问你发什么疯？怎么被白子川手就这么迫不及待找下家？还是说你身体饥渴受不了？闭嘴！陆清寒，看来上次子春哥给你的教训还不够。陆氏集团之所以没有倒闭，是因为老爷子之前对我很好，我让子春哥手下留情。你要是再招惹我，我就让陆氏集团在海城消失。你以为你威胁我2句就能掩盖你之前害人的真相？之前的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你哪儿也不许去，只允许待在我身边。住手！陆少，今天是我的寿宴，你就这么对着我的贵客，这不像话吧？陈总，抱歉，她是我的妻子，我要带她回去处理家务事。我已经让秦真给您准备了一份厚礼，之后还要向我。你胡说！陆清寒，放了我！我的律师已经把离婚协议发给你，你没资格管。陆清寒，该说的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要再多安分，就让人把你请出去。清寒，你怎么也不等我？人家找了你好久呢。你们这是怎么了？陆先生，你的小情人来了，你确定还要追我回家吗？陆清寒果然还是很在乎这个贱人。陆少，你要真是为我庆生的，接下来最好安分一点。谢小姐，请。上次是白子川，这次又是年过半百的陈刚，还把自己的姓也改成西了。他也不怕男人混得太勤了得病。够了，别说了。清寒，你赶紧跟他离婚吧，豪门上流都知道你跟他是夫妻了，这样的话会影响咱们陆家声誉的。我说够了，你别说了，耳朵聋了。抱歉，我失态。陈总这是干什么？在你的生日宴上和一个能当你孙女的人拉拉扯扯，不合适吧？陈夫人可是商业大亨，待会儿陈夫人来了，准保把她撕碎。大家可能不了解情况，那位小姐可是有老公的人呢。闭嘴！清寒，我让你闭嘴！你怎么知道她跟陈总有一腿？没有证据的话，就给我憋回去。凭什么？穆淑雨都犯了这么多错了，陆清寒为什么还这么在乎他？感谢诸位今天来参加我陈某人的寿宴，陈某感到非常荣幸。陈总还是解释一下吧，这个女孩到底是谁？大家可都很好奇呢。这位啊，正好是我今天要宣布的最重要的事。这位是著名的珠宝设计师西安小姐，我陈氏集团今天正式和西安小姐展开合作，并且西安小姐已经成为我陈氏集团的大股东，今后在商场还希望各位多多关照西安小姐啊。这怎么可能？这可是陈氏集团，资产千亿啊！他又怎么可能是大股东？又怎么可能是著名的珠宝设计师呢？我还真是小瞧这个女人。对呀，秦寒，他可真有手段啊，居然勾搭上陈总。你觉得以陈总这种身份会被美色过？秦寒，你什么意思？你可真是无知，能被陈总看上，说明温馨是有实力。珠宝设计师西妍是那个被全球顶级珠宝企业邀请去工作的那个天才女孩吗？她真厉害，再厉害有什么用？她一会儿可就完蛋了。陈总给了这个女人陈氏集团的大股东股份，等一会儿陈太太到了，她可就死定了。陈太太到！太太你好，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太太，你快看台上，陈总说这个女人是公司的大股东。陈总这是出轨了呀！陈太太来了，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威胁，陆太太可一向强势，现在就等着被她撕碎吧。这是我们陈家的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太太，我倒是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女人可是勾搭上陈总，你快好好教训她，要不然她要爬上你的位置。陈太太忍不住了，这贱人要完了。放肆！你是什么东西？敢在我的面前挑拨离间？太太，我说的都是真的，宾客们都看见了。刚刚陈总在台上把股份都给他了。阮小小，收起你这套无聊的把戏。伯母好。你这孩子还叫伯母呢，应该叫干妈。是干妈。
这怎么可能？我欣赏夕颜的才华，认她当干女儿。我的丈夫把陈氏集团的股份给我的干女儿，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可？可是他闭嘴！你还想抹黑夕颜？来人，给我把这个女人丢出去！清寒，你快救我呀！我要是被拖出去的，有可是陆家的脸。清寒，陈总，太太，我想这件事情里面一定有误会，你们就原谅笑笑。陆少，你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这个女人对我干女儿的媳妇这样过去，未免把自己太当回事了吧？舒雨，你认陈总当干爹的事情，你怎么刚才不告诉我？你跟我有关系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哎，等等，陆总，我听夕颜说你们已经在办离婚手续，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原因，但是看今天的情形，多半是跟这位小三儿有关。你们既然已经没有关系了，还请你跟我们夕颜保持距离。太太，这是我和我妻子之间的家事，就不劳你操心了。陆少，既然你这么说，那从现在开始，我陈氏集团再也不会和陆氏集团有任何合作。你说什么？陆氏集团本来就遭到了帝国集团的打压，若是现在和陈氏集团才断了生意往来，那就算是当上陆太太，陆家也要破产了。不行，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舒雨，你原谅我吧，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与你为敌的。虽然我先与清寒有情，又有了他的孩子，但是毕竟你是名正言顺娶进门的，我不应该嫉妒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吧，但你不要为难清寒。舒雨，这么久了，你的眼睛还是没有清醒。舒雨，你不要为难清寒，你原谅我吧，你不要为难清寒了。笑笑，你也不用这样。我陆氏集团从来不缺合作，就算没有陈家的帮助，白家也不能拿我陆氏怎么样。哦，是吗，陆先生？那你可要小心，不要再激怒，不然我会让陆氏集团荡然无存。干爹干妈，我们走吧。穆舒雨，虽然我们之间有误会，但是你能不能别再为难清寒了？好啊，那你去死，我就不计较。穆舒雨，不，温熙，你要是再敢霸占陆太太的位置，我就去揭穿你。你尽管说去吧，我不在乎。从你和欧和一起出现在医院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情。如今的海城，没人能懂得原因。陆清寒根本就不爱你，你嫁过来也只是陆家找来冲喜。你这样死缠烂打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听说你最近去产检，陆清寒知道你怀孕了。我建议你现在就去找他，告诉他你怀孕了，让他赶紧跟我离。你这样的话，你既得了名分，我也省了去法院起诉他。姐，我跟你没完。不过也好，温熙，你把我假怀孕的圈套传出去，陆清寒一定会为我负责的。有话就说。谁允许他们拍卖金色餐厅呢？陆总，自从陈氏宣布不与我们陆氏合作之后，我们陆氏很多的产业都受到了不少的冲击，账户上的资金流已经耗尽，银行催款不成，就拍卖了您名下的金色餐厅作为抵债。谁拍走了金色餐厅？是太太。什么？小谢，这是我送你的小礼物，喜欢吗？哥，这餐厅不是陆氏集团旗下的吗？以前是，
但现在它属于你了。小希，我这边有点事儿忙，你在这等我啊。好。董事长，您里面请。你们这里最大最豪华的餐厅，今天我包了。你们这里最大最豪华的餐厅，今天我包了。对了，还有你们餐厅最新鲜、最贵的食材，全都给我们上。头脑，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你今天的 VIP 包厢预订已经满了，您看坐大厅可以吗？什么？坐大厅？你没开玩笑吧？睁开你的狗眼睛，好好的看看，我可是你们未来的陆太太，敢让我坐大厅，信不信我让秦寒现在就炒了你的鱿鱼？这是个不长眼的东西！你怎么打人啊？连你们陆太太都不认识，真是欠教训！你凭什么打人啊？凭什么打人？我打的就是你！住手！谁给你的胆子在公共场所打人？刘经理，立刻报警！是。你敢报警，我可告诉你，我才是你们未来的陆太太。你要是敢报警的话，现在就让你停职。对，我可是你们陆总未来的丈母娘。你要是为了这个被我女婿扫地出门的贱人出头，我让你在海城混不下去。陆清寒，我看二位应该是从山里出来的，这位才是我们餐厅新任董事长。董事长，你说这个贱人是董事长，你脑子没病吧？整个海城谁不知道这个青色餐厅是我老公陆清寒的？小小，看这个经理这么护着这个贱人，八成啊，他俩有一腿。哎，快给我的好女婿打个电话，让他赶快过来，把这两个东西啊给我赶出去。喂，清寒，你赶紧过来跟我跟妈撑腰啊！我被穆书宇这个贱人欺负了。你们听到了吗？我的好女婿啊，马上就来了，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死。喂，白总，有个自称是陆总太太的，欺负咱们大小姐，还打了咱们服务生。我马上到。清寒，你可算来了！穆书宇这个贱人明明都跟你离婚了，还说是这个餐厅的董事长，在这里耀武扬威的。是啊，陆总，还有这不长眼的前台，还不让我们进去。我呀，就替你好好教训他了一下。结果这两个人来了，说要报警抓我们，真的是太过分了。清寒，你快开除他们！你来餐厅吃饭，怎么不提前给我打招呼？清寒，我知道你工作忙嘛，所以就没想打扰你。是啊，陆总，我们家小小呀，知道您工作忙，体贴你，不忍心打扰你。再说了，来自家餐厅吃饭还用打招呼吗？自家餐厅，好大的口气啊！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给我看清楚，这家餐厅到底是谁的？不可能！这家餐厅明明是清寒的，这破玩意儿肯定是假的。是你们报警！警察同志，就是他们打了我们服务员。你放屁！哎呀，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吧！他们呀，伪造证件。你涉嫌寻衅滋事，我现在依法逮捕你。警察同志，你抓错人了，抓他们不是抓我！小小坏人，放了我呀！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你快点跟警察同志说这家餐厅是你的。至于打人的事儿，咱们给他们点钱不就好了吗？对，清寒，你快说话了。这家餐厅是我派下来散布稀言的呀，他当然没有资格说话。什么？怎么会这样？书宇，放了小小回家。你我毕竟是夫妻，没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尴尬。
陆清寒，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早就没有了夫妻的情分。而且阮小小欺负我的员工，我身为董事长，自然要为我的员工讨好。我们不接受任何方式的和解，你依法处置就好了。小小，妈妈不能坐牢呀！小小，救救妈妈！小小，刘经理，您安抚好被打的员工，找最好的律师起诉他们，精神损失费跟医药费一样都不能少，要让打人的人付出代价。是，穆书宇，你别太过分。白总，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一直叫他穆书宇？他是故意改了名字接近你的。陆清寒呐，你可真是个正面侠。你什么意思？子川哥的意思，你们阮小小就知道了。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当初我跟你说的话没有撒过一句谎。骗人的人是阮小小。不，你胡说！刘经理，记住他们的名字，在餐厅门口立个牌子，就写他们和狗不得。好的，董事。你站着，事情没说清楚，你不能走。看来陆总是耳朵不太好使，听不清我们小西说的话是吧？来人，是，把他们赶出去。是。穆诗雨这个贱人太过分了，竟然这样羞辱我们！你倒是说句话呀！为什么你的餐厅成他的了？我和穆书宇是夫妻，我的就是他。这家餐厅以后不要来。可是那个贱人……你闭嘴！我再跟你说一次，我跟穆书宇没离婚之前，他就还是木炭，你没资格指责我。我是给过你结婚的承诺，但我没离婚之前，你什么也不是。别逼我反悔。可是我妈……我会找人保释他。阮小小和狗不得入内啊！这就是阮小小吧？长得果真是骚里骚气的。陆书宇，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当初我跟你说的话没有撒过一句谎。骗人的人是阮小小。清真，去丽景酒店查一下，那晚和王轩开房的人到底是不是穆书宇？还有，去查一下穆家，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叫温熙的人出现过？是，陆总。好啊，小希，你不愧是阿凤的女儿，完全继承了她的设计理念。难怪小陈这么眼光高的人要认你做他的干女儿啊！爷爷，之前小希迟迟未能找到，所以我才暂代咱们帝国集团总裁的位置。现在小希既然找到了，就让他接管公司吧。好啊，你有心了。你先去联系一下我们在南非的钻石矿产公司，让他们把最好的钻石都送过来，按照小希的设计图做出成品来。小希啊，这种设计图你就多做一些，到时候我给你建一个博物馆，把它都展出来。外公，四川哥，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对公司的管理没有任何经验，也不感兴趣，公司还是继续交给子川哥打理吧。我喜欢设计，不然也不会用希言的艺名在艺术界博取几分名声。如今我妈妈也没事了，我只想安心的做点自己的事情。可是我怕你太辛苦了呀。没事，爷爷，您倒是多虑了。小希的珠宝作品在陈家的辅助下，已经算是享誉世界了。
他就算是靠自己，也能功成名就。而且我发现他很有绘画天赋，正给他办画展呢。既然你也这么想，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谢谢外公。这不是最近名声大噪的艺术家夕颜吗？没想到这么青春靓丽。今天的画展有夕颜的画。陆总，是穆小姐。你跟踪我到这儿，难不成是想在画展上给自己勾搭个男人？陆清寒，你也太自恋了吧？还有，你配吗？我不想在这儿跟你吵架。今天中秋，晚上你回家跟我吃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我没有必要陪你回老宅演戏。穆淑雨，你不是一向最会演戏吗？好，不管之前是谁的问题，只要你能回心转意跟我回家，以前的过往种种，我都可以既往不咎。那你还是好好追究我的责任吧。还有，陆先生，就算你不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上签字，按照法律，3个月之后我们还是会自动离婚的。你，陆总，你不是一直想和穆小姐离婚吗？你闭嘴！你没见过夫妻吵架？哇，是夕颜本人，好美好飒呀！大美女画得好，人也长得好看，厉害。陆总，看来穆小姐身上的马甲还不少啊。他这次的作品都蛮行的。美女画家夕颜的画作，还附赠一份珠宝设计图手稿一份，起拍价1500万。1600万。1800万。2500万。不愧是帝国集团的总裁，果然是大手笔。听说这美女画家和帝国集团总裁白子川私交甚密吧？2个人应该是男女朋友吧？1个亿。1个亿。哥，算了吧。陆清寒他人傻钱多的，反正这画卖了，赚钱的也是我。你跟他竞什么价？让我们恭喜陆总以1个亿的价格拍下夕颜的画作。跟我回家。放开！陆清寒，我们已经要离婚了，不要再缠着我了。穆淑雨，我告诉你，我们这一辈子只有丧偶，没有离异。放下他！孩子，我发现你很喜欢插手别人的家务事。姓陆的，看来之前给你的教训还是太轻了，让你好伤难忘。别忘了，我现在只要1个电话，陆氏集团随时会来。白子川，我告诉你，穆淑雨她是你的妻子，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不会让她离开我身边，哪怕是让陆氏破产。子川哥，我们走吧。他就是个疯子，我们不要跟他计较。好，既然小西不跟你计较，这次我就先放过你。谁允许你们走？
陆清寒，你就是个疯子，你哪有根没有啊？淑女，淑女，还嫌害小溪害得不够惨吗？最后警告你一遍，再让我发现你接近小溪，陆氏就会彻底破产。为什么？我为什么会不想让他离开我？明明他做了那么多错事。小溪，你醒了，觉着好些了吗？我这是在哪？陆小姐，你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这次昏倒是因为贫血导致，我给你开了补血剂，你每日服用即可。好的，谢谢医生。傻孩子，怀孕的事怎么不告诉哥哥？哥，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而且我跟陆先生马上就离婚了。离婚？离婚你也是白家的人，这个孩子以后就是白家的继承人，就算他没有爸爸疼，还有曾外公，还有舅舅呢。谢谢你，四川哥。好一对狗男女，背着我在这里苟合，还怀了孽种。温馨，我们还没离婚，你就怀了白子琛的孩子2个多月，看来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今后你再敢乱说，我把你嘴缝上！敢做，还怕人说？陆清寒，我早就告诉过你了，这个孩子他就是你的，可是你不信。而且，你一个结了婚还把小三带回家的男人，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怎么还想打我？好啊，子川哥，你报警，再把记者叫过来，就说陆氏集团总裁婚内出轨，还想家暴小离婚的妻子。你危险。是又怎样？陆清寒，你以为我还是那个对你卑躬屈膝、委曲求全的弱者吗？之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多吗？报了警，你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也会被曝光出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再说了，如果我怀孕的事情传出去，别人笑的更多的是你被戴绿帽子吧。白总有什么吩咐？把他扔出去。你给我等着。哥，抱歉，总是连连你挨骂。傻妹妹，没事的啊。其实这样的误会，我倒挺乐意的。哥，你说什么？没什么。清寒哥，你不是去拍画作了吗？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人家和肚子里的宝宝等了你1晚上了。去了趟医院。怎么去医院了？身体不舒服吗？没有，是穆淑雨，她晕倒。晕倒？莫非是跟怀孕有关？你怎么知道她怀孕的？清寒，其实我不止一次看见穆淑雨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她之前就有呕吐的迹象，我那会儿就怀疑会不会是孕吐。而且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2个多月了，以后的肚子会越来越明显。你也不想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名分吧？穆淑雨跟小雨一样，也是怀孕2个多月，算起来应该是在和我结婚之前就有了。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我对你的承诺不变，
你收拾一下，明天陪我出去晚一点。好。太好了，陆清寒终于肯带我出席晚宴了。我一定抓住机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的陆太太。喂，轩哥，帮我好好宣传一下穆书雨的好事儿，我要让他身败名裂。好，太好了！想不到我有福气见到我的重孙子。外公，可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无所谓，他毕竟是你的孩子，那他身上就流着我们白家的血，那他就是我们白家的宝贝儿。今日热搜：陆氏集团总裁陆清寒妻子婚内多次出轨，私生活混乱，用夫家钱财滥养小白脸。这个混账东西！我白振雄的孙女岂能任他这般羞辱？立刻，马上全面封杀陆氏集团！陆清寒太过分了，还敢把这种消息到网上来污蔑小希。小希，我今天必须要二不下休事，你不要拦我！哥，外公，陆清寒他现在就是一个疯子，你们跟他计较什么呀？再说了，跟一个随手就能摁死的蚂蚁计较，也太丢我们白家的脸面了。一码是一码，白家的孙女岂能任他羞辱？子川呀，你不是说陆清寒要参加国际珠宝展的晚宴吗？到时候你带上小希去，把咱们白家的那套祖传的珠宝带上，我让他陆家看看我们白家的实力。还真是不要脸啊！表面上跟金安弟说离婚了，实际上还是用他给你的彩礼钱去买的珠宝，还堂而皇之的带出来了。你瞎呀？也对，像你这种没有见识的小三儿，怎么可能会看得出来？我戴的这套珠宝是100年传承，还100年传承，只不过是一个老珠宝而已。而且就算是真的，你一个凭男人上位的贱人，凭什么资格用？说完了，还不赶紧去看着你的情夫，小心被别的女人勾走。穆书雨，你又在为难小小。我为难他，我巴不得他马上上位，然后让你把离婚协议跟我签了。渣男贱人，真影响我参婚的心情，麻烦让开。清寒，他这么欺负我，你怎么就让他这么走了？这次的珠宝晚宴是珠宝大亨姚建国举办的，他所创建的姚氏集团在国内是珠宝门口，仅次于一只低调的身家，你不能在这儿出声。各位来宾，今天晚宴的重头戏珠宝拍卖即将开始。这枚钻戒曾是俄国皇后的爱物，3年前在海外被姚先生拍下。今天想借着这次晚宴，在世界各界名流中寻找一位有缘人，起拍价1个亿，1亿2千万，1亿5千万，1亿8千万，1亿8千万一次。还有哪位老总加价吗？3亿。清寒拍下这枚钻戒，一定是想要送给我。3亿一次，3亿2次，3亿3次，成交。陆总这么豪爽的拍下这枚钻戒，想必也是要送给心爱之人。姚总久居海外，可能不太了解，清寒已经跟太太是穆小姐，已经正在办理离婚手续了。陆总，婚姻是您的私事，我作为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不过这枚钻戒是我亡妻的心爱之物，我这一次办这个拍卖会是专门为这枚钻戒找到一个有缘人，我不希望它成为珠宝界里的流通品。放心，姚总，
不会。敢问这位小姐是？小三，穆小姐，请你放尊重些。像你这种当小三的贱人，配提尊重二字吗？淑雨，有什么事情回家说。家，你都带小三登堂入室了，我还不去。这位是陆太太。姚总，我妹妹已经跟陆清寒提出离婚了，她不再是陆太太。你们之间的矛盾，我不想干涉。这次晚宴是为了纪念我的亡妻，你们带着矛盾参加晚宴，恕我无法接受。白总，你还是没事多上上网。穆淑雨干的好事已经在网上传开了，你要是还跟他在一起的话，小心毁了你自己的名声。闭嘴！你一个贱人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小心？你，姚总，挑事的分明是白总。看来网上说的是真的，这位陆太太当真是行为不检。陆总这么优秀，陆太太居然还不知足，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来人，请他们出去。放肆！我的贵客，我看谁敢请出去？陈总，您不是身体欠安，说不来了吗？我要是不来，岂不是由着某些人欺负我的贵客？陈总，您别生气，我想这其中肯定是有些误会。陈总，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艺名叫夕颜的女人原先叫穆淑雨，是个私生活混乱。不好，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陈总说话？我说老姚啊，你这个晚宴未免门槛也太低了吧？怎么连爱咬人的狗都放进来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这个往陈总贵人身上泼脏水的赶出去！哎，清寒，救我！各位都冷静一些。姚总，我实在无意破坏您的晚宴，只是刚才发生的事情，小小和他斗不罪，到此为止吧。陈总，这毕竟是姚总的盛会，别为了这点小事闹得不愉快。咱们听听本讲。好。陈总，陈总，清寒，你未免也太好了。坐！你刚才的挑拨离间真的太低级了。陆总，这是您刚拍下的钻戒。也太漂亮了，清寒，谢谢你送我。清寒，你去哪儿？清寒，你去哪儿？婉小姐，陆总现在想和穆小姐单独聊聊，你还是不要过去比较好。他也记得穆淑雨离婚了，有什么可聊的？我想阮小姐应该是误会了，陆总并没有打算和穆小姐离婚，要不然也不会拍价这3亿的钻戒送给穆小姐。什么？送给穆淑雨？不可能！刚刚陆总让我找人在这钻戒上刻下穆小姐的名字，你说这钻戒是送给谁的？喂，轩哥，立刻派人来他珠宝晚宴，帮我收拾这个温喜，要让他身败名裂。哥，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陈叔那边，你帮我道个歉。哎，放了我！真是个美人胚子，看来咱们兄弟俩今天晚上有艳福了。小李啊，别挣扎了，待会儿哥哥我让你爽到起飞。大家好。你敢跟我们，全哥不会放过你。兄弟，我记住这，都得死！注意，将我妹妹废了他们！
你醒醒，睡，我扶你起来。走开！别碰我！白子川，你截胡的本事倒是挺厉害的。陆清寒，谢谢你救我，你走吧，我会给你厚礼感谢的。你赶我走？你不走，等着我让保镖请你走吗？你闭嘴！不说，只要我们一天离婚，你就别想跟我划清界限。清真，去查一下，到底是谁对太太动的手。是，陆总。您认识他？我不认识。阮小小，你个贱人！老子他妈明里暗里给你干了多少事，你现在翻脸不认人？啊！你血口喷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肯定是穆书雨派过来陷害我的。你个贱货！上次你让我和穆书雨在酒店里有染，还要在医院。干什么？清寒，我真的不认识他，你相信我。把他给我送去医院，想办法救活，我要撬开他的嘴。是，陆总。我再问你，你真的不认识那个女人？我清寒，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我太想跟你在一起了，我才做了这么多糊涂的事情。清寒，清寒，你别走，我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你迟迟不跟穆诗雨离婚，所以我才做了这么多糊涂的事情。我给你2个选择：一，我给你一笔钱，你把孩子打了，永远离开这个城市；二，你去跟舒雨道歉，直到他原谅你为止。什么？你让我跟穆书雨道歉？怎么？你不愿意？那好，我现在就叫人把孩子打了。不要！我现在就去跟他道歉。文邪，别得意，明天就是你的死期。清真，陆总，您找我。你让人找最好的珠宝原材料，按照这个设计图尽快做出来。是，陆总。有话就说啊。陆总，您不觉得阮小姐和太太同时怀孕这件事有太过巧合吗？我知道，这一切。哪位？什么？小小自杀未遂，还流产了？是吗？陆先生，阮小姐失血过多，需要好好休息。清寒，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该与穆诗雨为敌，让陆氏集团受到这么大的委屈。他说过，只要我死了，就能解除对陆氏集团的封杀。王八蛋，不仅婚内出轨，还赠你的情人差点害死小希，我就不该让你们2个活到现在。你说什么？舒雨他怎么了？他人在哪儿？你没资格管我小希的事儿。我是他老婆，天底下就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管他的事儿。
事吧？没事，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小希，只要你一句话，咱们白家有能力让他们陆家的人一个不剩。哥，我跟陆清寒就是孽缘，不要再斗争下去了。牧师，你居然只顾着关心这个混蛋，我才是你的丈夫。丈夫？有哪个丈夫会在外面养情人？有哪个丈夫会纵容情人来伤害自己的妻子？顾舒雨，你血口喷人，不仅逼着我自杀，你还想杀害我的孩子。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孩子了，你不仅没有一丝愧疚感，你还血口喷人，你还是个人吗你？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文助理，把证据拿出来。这就是铁证，大小姐就是开车的时候被窗口吹出来的雨迷迷晕才出车祸的。穆舒雨，我已经按照你的方式死过一次了，你为什么还要拿合成的视频陷害我？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才肯放过我？够了。你们这对狗男女就继续演戏吧，我没兴趣看。我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你要真的有事，你就打电话联系秦真吧。清寒，你催什么催啊？我这个未来的总裁夫人还能欠你的钱啊？我现在立刻就给你打过去，但你必须离开本市。为什么？都到现在这里，为什么陆清寒还不敢回微信？难道是爱上他了？大小姐，根据停车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在你车内空调系统里做手脚的并非阮潇潇，他和你这次车祸没有直接原因，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起诉他。那难道就任由阮小小那个女人逍遥法外？不行，这个女人既然玩阴的，那我们也要防过去。哥，为了这种垃圾脏了你的手，太不值得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蒙面男，然后以教唆他人犯罪的罪名起诉阮小小，他跑不掉的。没事的，哥愿意为了你做脏事儿。可我不想让跟你朋友沾上污点。去查，一定要把那个人抓回来。是。妈，我好看吗？好看，我女儿可是未来的总裁夫人，当然穿什么都好看了。到时候我就穿这件礼服去跟清寒参加晚宴。葛小姐，非常不好意思，我刚刚就跟你讲过，这件礼服已经有人订了。谁让你穿这件晚礼服的？艾拉老师，我刚才就给阮小姐讲过，可她非得试穿。你就是设计师艾拉，我穿了你设计的衣服，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就是，我女儿啊，可是未来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她能穿你设计的衣服，你应该感到荣幸。我不管你是谁，这件衣服是我专门为我家大小姐定制的，麻烦你立刻脱下来。什么大小姐？还能跟我这个未来的陆太太比？就是，还真是可悲。像你这种人，只会觊觎别人的东西，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也对，你这种人，自然是什么都不配。对不起，大小姐，是我本职工作没有做好，让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脏了您的衣服。什么大小姐？只是一个赖着别人不肯跟别人离婚的下贱货。不就是钱吗？这里面有500万，这件礼服我要。跟我甩卡，你配吗？像你这种野鸡，
就算穿上了金子做的礼服，也变不成妇。你这个贱人！我女儿才是真正的总裁夫人，你敢这么说她？敢对大小姐不敬，你再多说一句，我撕烂你的嘴！你来人，把她身上的礼服给我扒下来，扔到垃圾桶里，别脏了这家店。是大小姐。我看你们谁敢！陆清寒不会收留你们的。那你就让陆清寒来为你出头啊！他来了，我照样扒光。大小姐，别生气，我还给你准备了另外一套晚礼服。就是可惜你之前设计的那家，是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做好，大小姐不计较就好。来，这边请。好你小人，敢这么对我们，不会放过你的！妈，别去，他们人多势众，咱们讨不到好处的。你快给清寒打电话，让他好好来教训教训这个贱人。清寒，我跟妈被穆淑雨给打了，你快来给我们做主啊！他好大的胆子！清寒一会儿就过来。陆总，你可要给我们娘俩做主啊！你看他们下手多狠！清寒，我这儿疼。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你跑到这儿来干嘛？小小不过是想在这里挑一件好看的礼服，陪你去陆家的家宴而已。我什么时候说要带他去参加陆家的家宴？清寒，又是这个贱人，把清寒的魂儿都勾走了。大小姐，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太好看了。才挨完打，就带着主人来撑腰了。淑雨，带着你的狗滚出去，别脏了这家店。穆淑雨，你别太过分了，你居然把我们推到门外去，你不怕被别人这样对待吗？淑雨，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谈？听你这个语气，好像又想用你总裁的身份来压我。不过今时不同往日，现在你在我面前，还剩下什么？给你3秒钟时间，带着你的狗滚出去，不然我就叫人把你们打出去。你，清寒，我怕。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陆总，咱不要跟疯子计较了，赶快带小小去医院看看伤口吧。淑雨，你今天的礼服跟我那天送你的钻戒很配。下周1，陆家有晚宴，我希望你能来。文助理，送客。陆总，请吧。大小姐，陆总似乎后悔了。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只是小擦伤，没事儿，回去涂点药就好了。清寒，你去哪儿？回去。可是我的伤……医生说你没事，等会儿我会找人送你回去。清寒，你不能这么对我。想当初我还用我的清白救了你，我还刚刚失去了孩子，你不应该好好陪陪我吗？我很忙，没有时间陪你，但是我一定会补偿你。还有，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在公开场合以我的女自居。难道我不是你的女人了吗？我结婚了，我的妻子是穆淑雨。你答应过我会跟她离婚的。
我先去忙。温熙，等陆家家宴的时候，我会当众说出你的假身份，到时候陆清寒一定会跟你离婚的。喂，帮我转告下陆夫人，我有一件她最感兴趣的事情告诉你。干爹，谢谢您帮我从通讯部找到阮小小的通话记录。你怎么在这？你怎么没带我送你的钻戒？谁不许？陆先生是来跟我要戒指的。不好意思啊，你那个戒指早就不知道被我扔哪去了。不就是3个亿吗？呀，给你，自己刷。你是不是在吃阮小雅的醋？陆先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一定会找一个方式去弥补阮小小。咱们能不能别离婚，好吗？够了，你和你小情人的事情早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建议陆总早点签离婚协议，不然上了法庭也是个麻烦。我都没有去计较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你就一定要计较阮小小的事情。如今医院的监控根本没修好，我没有证据为你清洗罪名啊！谢谢你的好意。当你在医院不相信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结束了。陆清寒，你放开我！放开我！陆清寒，你不要乱来啊！你是我的妻子，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陆少，晚宴马上开始了。知道了，我给你准备礼服，你收拾一下。家里人都来了，咱们去宴会厅吃饭。曾几何时，我也希望陆清寒真的把我当成他的妻子。这一次，就当我也懵了吧。清寒，穆氏夫妇可是你的岳父岳母，于情于理来参加我们陆家家宴，那是应该的。至于阮小姐，我听说你们俩关系甚密，你可已婚，终归不妥。今天家宴，家中的长辈都在，不如你说清楚，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清寒，我已经把所有的事都跟陆夫人说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怀过你孩子的事儿了。你要是不娶我的话，我的名声就全都毁了。清寒，你身为陆氏集团总裁，竟然出轨，陆氏集团的声誉因你一落千丈。妈，你这是要逼着我交出陆氏集团的掌控权啊！不是我逼你，是你做出这等事情，你不配做陆氏集团总裁。清寒，陆氏集团不是你一个人的，如果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影响到集团的效益，哼，我们肯定会选出新的总裁的。最近陆氏集团内忧外患，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清寒，给你个面子，自己签字吧。清寒，你还是跟穆诗雨离婚吧，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家里人也不会因为这个攻击你了。阮小小，你这张嘴可真能说，不知道到了治安所，你还能这样诡辩吗？
你不是已经跟清寒提出离婚了吗？怎么还有脸来到陆家的家宴上？我本来不想来，不过既然来了，我就送你一份礼物，相信你看了一定会很惊喜。这里面是乙醚，你把它放进穆书宇的车里，空调出风口处，等他开车打开空调，就会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他的死期也就到了。没问题，本子好收费。钱不是问题，之后你帮我联系医生，制造我流产的假象给陆清寒看，等事成之后，100万就都是你的。你让蒙骗的人可是陆清寒，被他查出来不就人惨了？我马上就是陆太太了，就算真暴露了，只要我开口求清寒，他自然会给我面子放过你的。阮小小，这就是你买书杀人的铁证。清寒，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他的录音是假的，他想要栽赃我。之前你说视频是合成的，难道声音也是合成的吗？清寒，你相信我。接下来的事就交给陆先生处理。处理。辩方还没有结束，我给你。陆清寒，这个女人是假的，她是过来替嫁的，你们之间的婚姻根本不存在。什么？她根本不是穆淑敏，她叫温馨，是欧恒和穆天华不舍得将亲生女儿嫁给陆家，又想要那1亿的彩礼，才把她替嫁过来。不是他，我们没让他提嫁，是他自己爱慕虚荣，想当陆太太，所以擅自做主，嫁到陆家的。对，就是这个小贱人。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她冒充舒雨嫁进来，我们家舒雨一直在美国，就没回来过。我们本来打算拒绝这门婚事。什么？替嫁？居然还有这么荒唐的事情！一看这个女儿就是居心不良。哼！清寒，立刻结束这个卑鄙女人的婚姻。哼！把她赶出去，省得她脏了我们陆家的名声。好呀，文熙，你骗我陆家这么久，来人，把她送到监狱里去！疯子，谁敢欺负我白振雄的孙女儿？谁敢欺负我白振雄的孙女儿？哎，这不是华国首富白老爷子，他怎么来了？难道白老爷子的孙女是温馨？太后，你怎么来了？你呀，这么晚不回来，给你打电话你又关机，我就叫人到处去找你，结果才知道你被陆家这个小子带到了陆家。哼，我怕你受人欺负，所以也就过来了。对不起，外公，让您担心。傻丫头，你是我的乖外孙女，我不担心你，我担心谁啊？放心吧，外公来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算了，外公，别跟这些人废话了，我们走吧。不行，白家的人不能被人欺负。我刚听你们说，小西是为了爱慕虚荣，才替穆淑雨嫁给了陆清寒。哼，笑话！小西是我们白家未来的继承人，身价100亿。小小的陆家，岂能进入他的法眼？分明是你们借着我女儿医药费的问题要挟她，逼着她嫁给陆清寒。我不是的，老爷子，真不是这样的。住口！欺负我的外孙女，已经想收拾你们很久了。来呀，把这几个人给我带走！白老爷子，你饶命呀，白老爷子！白老爷子，文熙，看在我们养你这么大的份上，饶了我们吧。我给过你们机会，可你们不珍惜，反而跟阮小小合伙，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我。
我不是圣母，你们该为你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还看着干什么？带走啊！饶命！饶命！贝老爷子饶命啊！青寒，救我呀，青寒！饶命！小西，走，外公带你回家。陆家小子，你这是干什么？我想跟小西单独说几句话。事情总是要解决的。爷爷，您先上车，我一会儿就过来。好吧，陆家小子，你要敢伤害我的外孙，我打断你的腿！我先走了。小西，对不起，之前都是我误会你了。你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你先前对我的伤害吗？我没想到阮小小会是那种人，之前都是我错了，对不起。我会用我的余生，我的全部来弥补你，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会视如己出的。看来当初我跟你说的话，你还是不信。那晚在水晶宫，我就不应该救你。如果你的孩子生下来做了 DNA 检测的确是我的，我一定会让阮小小付出代价。这是我根据你的珠宝设计图找人专门设计的。小西，原谅我，回到我身边。陆清寒，我本来就不是木梳里，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的婚姻就是错误的。而我现在想尽快结束这段错误，和你永不相见，才是最好的。虽然阮小小一直在说谎话，但造成现在这个局面，都是因为你从来不听我说的话，对我没有一点信任。陆清寒，恶果自食，你就用余生去偿还。你不能进去！放我进去！放我进去！放我进去！我有急事！我有急事！让我进去！不要走！小小被警察带走了，他们要告他买凶杀人，你想想办法救他出来吧！事情本来就是阮小小做的，警方应该处理。不是的，都是文熙那个贱人害的，他是想看小小死，你不要相信他说的，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你嘴巴给我放喷嚏！你再敢羞辱我妻子，我把你跟陆女儿去护送进屋。不要，陆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救救他吧，陆总。陆心寒，你个没良心的东西，睡了我女儿，你不负责任，你不得好死，你个王八蛋！你还傻愣着干什么？还把我这疯女人给我带走！不要动我！不要动我！陆心寒，陆心寒，住手！水晶宫的监控视频修复的怎么样？还需要1周的时间。抓紧！我不想再冤枉小西，我也不想受任何的气。大小姐，这个是南海海岛的产权文件，这个是 A 市的土地开发文件，这个是 C 市的金融大厦产权文件。这些都是我送给你，喜欢吗？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陆家已经没有钱了吧？你这是在贷款讨还钱？我在国外还有一些产业，这只是我卖掉的其中一小部分，当做给你的礼物。小希，你不是说我们之前的婚姻是个错误？那我重新追你，好不好？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你根本排不上号。陆清寒，我从来不吃回头草。能配上你，就只有我。谁配得上我？你说了不算。你现在马上出去，要不然我叫保安了。陆总，怎么了？哎，不用叫保安，我自己走。但是文熙，你记住，我会追你，绝不会放弃。文助理，这个项目先投入1个亿的现金。是。云溪，我们谈谈。我跟你没说。你不许对小姐无礼！别以为你现在攀上了白家，你别忘了我是你婆婆，你可拿了我1个亿的彩礼，就应该对我尊敬一点。那1个亿的彩礼1分钱都没到我手里，要钱的话，你去找欧和穆天华。我堂堂陆家主母，怎么会委屈1个亿跟你计较？我今天来是给你个机会。你现在身为白家继承人，我允许你重新回到陆家。你还真把陆家当根葱了？据我所知，你陆家已经要破产了，现在还剩下什么？文助理，通知公司的保安部，如果这个人再敢踏入我帝国集团一步，就把他赶出去。你请吧。哼！祝白老爷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生日快乐，爷爷！太公生日快乐！白总，出事了！我们的资金链在国外受到8大财团的阻击，已经断了。目前帝国集团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几大股东都找上门来了。什么？完了，这下帝国集团要完了！赶紧撤资啊！白氏这艘大船要沉了。爷爷，外公，才好不容易与你相认，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喂，川哥。小希，我已经飞到国外处理资金链的事情，你别着急，照顾好你外公。如果陆清寒趁机找你麻烦，你一定要跟我说。我知道了。喂，温总是吧？我是苏氏集团的总裁苏南，我打电话来就是告诉你，之前咱们合作的项目我要撤资，温总还是另请高明吧。苏总，我们的合同已经签了，您现在撤资是要赔违约金的。好，赔就赔，就冲你们帝国集团现在的状态，只要我不撤资，这以后啊，说不定赔的更多。而且现在不光是我，这全国的公司都要终止和帝国集团的合作，谁也不愿意当冤大头。你们这是落井下石！温总，这说话可就难听了。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也只是及时止损罢了。不过这件事也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这毕竟咱们2家合作这么久了，我呢也愿意给温总一次机会。环听会所3个6包厢，麻烦温总商量过来一趟吧。好，我去。陆先生是来看我笑话的。文熙，我知道帝国集团出事了，你放心，陆氏一定会倾力相助，帮助帝国集团渡过难关的。我们早就没关系了，用不着你跑到这儿来装好人了。而且，区区陆家根本帮不了帝国集团。文熙，一日夫妻百日，你非要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再说，
你现在怀着孕，老爷子又病倒，白子川又不在国内，一个人怎么能对付国内商界那些老狐狸？怎么？只有你能力挽狂澜，我有我自己的办法，用不着你在这多管闲事。温馨，你为什么那么倔强？宁愿去陪那些心术不正的老男人喝酒，受他们的屈辱，也不愿意接受我的报酬。温馨，我比你想象中的强大许多，不然你以为为什么帝国集团一直打压我，会让陆氏一直没有破产？羞辱？谁能比得过你带给我的羞辱？我不是那个意思。够了！我不想听你解释。你派人跟着温馨。来。哎呀，南总，好大的雅兴啊！哎呦，温总，这么晚才过来呀？你这分明没有把咱哥几个放在眼里啊！那这不得自罚3杯啊？哎呦，温总好酒量呀！先别说其他的了，谈合作吧。这个好说，我们呢可以不撤资，但这笔买卖我要70%地。南哥呀，你还是太贪心了，学学我，只要温总肯拿出所有权的40%，南山项目我就继续投资，怎么样？你们这分明就不是要谈合作，分明要把帝国集团瓜分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别给脸不要啊！哎，不是，你们帝国集团马上都要倒闭了，我们能给你投资，这都已经很不错了。你不应该磕头道谢，反而在这里指指点点的。既然你们落井下石，那我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哎，等等嘛，难不成你还真要看着你们帝国集团倒闭吗？算了，也别逞强了，大不了我们换个条件便是了。这温总嘛，又是个美人儿。只要温总能在这里把衣服脱光跳一个，哥儿几个看爽了，那这撤资的事情自然不是问题。没错，还是我南哥会玩呀。温总这一个美人儿，小腰还有大长腿，放在我们夜总会，只要义务，君王都要为之折腰啊！义务，君王都要折腰啊！哎，这就对了。臭娘们儿，给我脱吧！你的嘴太臭了，帮你洗洗。记住，我是白家的人，没人敢羞辱我。白家人。你不过是一个被万人上过的公交车罢了，还让我管是吧？陆群豪，你敢打老子！少了！陆总，别脏了你的手，我来。陆总，我们开爱是为了帮你出东西。陆总，先是这个女人提点了陆家，然后又要和你离婚，可你现在追她，她却不同意。我陆清寒的女人，就算是骑在我头上，也用不着你们管。你们真是找死！真的是找死！到！陆总让位，陆总让位！陆总，我们知道错了，你饶了我们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以后帝国项目正常进行，正常进行。你们喜欢羞辱女人是吧？好，把他们的手都给我废了，我看你们以后怎么玩。陆总，我说，我也是受人支持的，是把小小他妈刘梅她说，现在正好是瓦解帝国集团的好时机。她还说了，她女儿救过你的命，就算你被发现了，也不会说什么的。我全说了，陆总。陆清寒，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未来丈母娘授意的，她能指使他们，用的也是你的权势吧？不要再给我演戏了。
你们给我听好，从今天开始，跟帝国集团作对就是和我陆氏作对。我不介意把你们的公司都吞并。知道了，总。你放开我！你不舒服，我送你去医院。我不需要。你能不能别再闹了？你还怀着孕，就算你不考虑你自己，总要考虑肚子里的孩子吧。文熙，文熙。涛，医生说你要卧床休息。我的孩子没事吧？你先管好你自己。奇怪，我根本没用多大力，他怎么一推就倒了？看来你真的很在意肚子里的孩子。我很好奇，他到底是谁的野种？你没资格问我，我只要知道他是我的孩子就可以了，谁都不能伤害他。文熙，你别逞强，你现在还能保护得了谁？这个世界除了我现在帮你，还有谁帮你？你宁愿接受那些人渣羞辱你，你都不愿意接受我的好意，为什么？因为他们给的羞辱跟你给我的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到底还要我怎么做？我要跟你离婚，彻底划清界限，生死不复相见。你现在给我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我温熙就算求任何人都不会接受你的帮助。你们以后陆夫人，陆夫人，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让那些人找了温熙的麻烦，谁知道陆先生知道了，更加生气了，根本不管我女儿的事儿。陆夫人，我女儿的案子再有半个月就要开庭了，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她，要不然真的会被判刑的，陆夫人。怎么可能？难道陆清寒对温熙那个丫头有感情了？陆夫人，我可都是按照你说的去做的，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啊！陆夫人，办法我给你想了，是你自己没把事情做好，你现在怨到我头上了。陆夫人，你不能过河拆墙啊！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来人！这个货物给我拖走！不要，陆夫人，救救我女儿吧，陆夫人！既然陆清寒那么在意温熙，帝国集团面临危机，正好利用这一点，可以夺回陆氏大权了。陆总，陆夫人，他怎么来？陆夫人说她想帮助白家，让他进来。是。哎呦，清寒，来，打开看看，我想你会感兴趣的。这个全球金地商场的项目应该是帝国集团在做，只可惜国外的联合金融机构一直在打压帝国集团，导致帝国集团的资金链断裂，因此导致这个项目停工。但是这个项目实在是太大，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帝国集团不出3日就会破产。对，
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项目的投资方，我跟他说了很久，他才肯把这个项目所有权给到我。现在帝国集团无力承担，要把这个项目转让出去。如果你现在接手这个项目，那么白氏集团的困难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也就是说，我趁着这个机会收购了帝国集团。我想，帝国集团的股份也会有一部分落在你手里。妈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温熙的，虽说当初穆家让他替嫁是不对的，但现在你们毕竟是夫妻，他们家出了事儿，我陆家总不能不管吧。至于股份的事，以后再说。你这算盘都打到我脸上了。我和温熙是夫妻，你收购了他们家的股份，就相当于收购了我手里的股份。我看你的目的其实是陆氏。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我知道现在温熙对你的态度，你如果现在帮他解决了困难，我想他对你的态度会有所改观。妈，你可真会为我着想。那你就是同意啦？秦真，准备一下明天金地商城的项目竞拍吧。是，陆总。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就是来看看，你一直倔强的不肯接受我的好，最终能给帝国集团带来什么结果。我自己可以处理好帝国集团的事情。我手里还有陈氏的股票和所有抵押出去的店面，这1000个亿应该能留住金地广场的初始开发权吧？毕竟那是个烂摊子。金地商场项目部分所有权现在正式开拍，起拍价600亿、700亿、 800亿、900亿、 950亿。奇怪，都传着陆总正在追求温熙，怎么现在俩人倒是争起项目来了？之前帝国集团是何等风光啊，现在都倒闭了，陆总还能因为一个女人跟钱过不去吗？就是，陆总就只是玩玩罢了。970亿、 1000亿。因为此次拍卖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暂时中场休息。哥，怎么了？喂，小谢，你一定要想办法保住金地商场项目的初始开发权。这个项目是国外财团想得到的最终目的。再过10天，我们的资金就能打通金融渠道回国了。你撑过这10天。好。小希，只要你肯原谅我，我就不会再跟你争金地项目的开发权了。陆清寒，你还真是一点儿也没变啊！喜欢仗着自己的权势肆意践踏，玩弄别人，所以你今天才故意来跟我竞拍叫价。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要一次弥补你的机会。机会？什么机会？继续羞辱我的机会吗？小希，对不起，我错了。放开！小希，你别走好，只要你肯原谅我，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陆氏集团我都可以给你。陆总，你这装深情的戏码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只不过，我不信。陆总，您没事吧？没事。陆总，你为了救太太，抽了过量的血，这件事为什么不给太太说呀？你给太太说了的话，太太或许就不会这样对您了呀。就算我告诉她，她也以为我在骗她。下面继续进行金地商场项目的竞拍。1001亿、 1100亿。
去金地集团的项目，集团公司彻底完了。温总，是你参加的竞拍，现在竞拍失败了，你总要给我们这些股东一个交代吧？各位，我知道你们着急，子川哥已经在国外处理资金链的事情了，等他回来。等什么等？都是因为你这个扫把精集团公司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是，自从你进入帝国集团之后，帝国集团就接连出事。你马上辞职，你不配做帝国总裁的位置。我配与不配，听你说了算。放肆！你一个小丫头，竟然敢对我这样说话！他还真有资格跟你们这样说话。你们这一群人欺负一个女人，真有本事。你怎么？小希，你放心，有我在，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这是金地商场项目的开发合同，我今天以1元的价格出售给小希个人。从今天起，金地商场项目的所有人就是温熙。你这次又想干什么？小希，我只是想娱乐我之前对你的事，请你不要拒绝。为了帝国集团，我也只能暂时接受了。先开会，我去接个电话。喂，奶奶。你现在立刻带着那个叫温熙的小妖精回老宅来。您回国了？我再不回国，怕是整个陆家都被那个小妖精给搞得天翻地覆了。那您坐。奶奶，你个不孝子孙！你这么大的事你都瞒着我，要不是燕云到疗养院去看我，说起这件事情，我还被蒙在鼓里。妈，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您别生气，您再气坏了身子，我们这些做小辈的怎么能安生呢？奶奶，都怪我多嘴，让您知道了爷爷的事情，要不然您也不会生这么大的气了。燕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这个大哥。自从当了陆氏集团的总裁以后，总是自作主张。那个温熙，我不是让你带他来吗？妈，您不知道，清寒呀对温熙那可是掏心掏肺。这一听说您要教训温熙，他就护短，不带人来呢。放肆！就算没有查出他是害我丈夫昏迷不醒的罪魁祸首，那他也脱不了干系。难道我连问一句的资格都没有吗？别说您了，就我这当妈的，也不敢说温熙一个字。就在刚才，清寒花了1000个亿拍下的金地商场项目初始开发权，就1块钱。卖给了帝国集团。什么？这还了得！来人，把那个妖精给我抓回来，追回我陆家的财产！谁敢动我温熙，我就要谁的命！清寒，你为了小妖精反抗我，你给我跪下！奶奶，您不知道，大哥是被那小狐狸精给迷了眼。您不在国内呀，您什么都不知道。他为了那个温熙做了不少荒唐事儿，您可得好好劝劝大哥，千万不要让他把整个陆家送给了那小狐狸精。你把嘴给我闭上，要不然完。你敢威胁你弟弟？他说的不对吗？你为了那个小狐狸精，要把整个陆家给我毁了！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用我的全部补偿我对小希的亏欠。好，很好，
我们陆家竟出了个情种，我希望你不要后悔。你慢点。大哥，你为了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的前程，知道我是你大哥，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大哥，从小到大，我从来没见过你对一个女人这么着魔。我很好奇，那个女人有什么资格呀？啊？你懂一些事实。我好害怕呀！来，打死我！打死我呀！老张，整件事情来龙去脉就是这样。这个温熙啊，不仅心思歹毒，还十分下贱。她肚子里怀的根本就不是我大哥的孩子，而是在婚前就有了孽种。她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好个贱人，竟然给我孙子戴绿帽子，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非要刨开他的肚子，把那个孽种给挖出来，这才能正了我陆家的名声。对，好，既然那个小贱人不敢来见我，那我们就去会会他。你就是温熙？您是？好你个贱人，敢耍我孙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您是陆清寒的奶奶？知道我是谁，还不赶快跪下！陆老太太，我敬您是长辈，刚刚这一巴掌我不跟您计较，但是您让我跪下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我跟陆清寒很快就没有关系了，你没有任何理由来斥责我。好你个小贱人，敢耍我孙子，把他1000亿买的项目1块钱卖给你，现在又想拍拍屁股走人？项目的事情是陆清寒自愿卖给我的。呸！你个小贱人，也不知道你在床上做了什么，把我孙子迷得神魂颠倒。陆老太太，请您放尊重一些，我根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肚子里这别人的野种，你怕生下来事情惹大了不好收拾，所以想赶快离婚，骗走我陆家的财产。你当我陆家是什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到底要干什么？来人，把他给我带到医院去。你放开我！你们这是绑架！她是我孙媳妇，不守妇道，我带回去教训。难道你们要为了失势的帝国集团，跟我强势崛起的陆家为敌吗？你们放开我！打掉你肚子的孽种，自然放了你。什么？你们凭什么打掉我的孩子？凭什么？就凭你现在顶着陆家媳妇的身份，我作为陆家主母，绝不能让你肚子的孽种出生。我已经说过了，我跟陆清寒已经提出离婚了，而且这个孩子就是陆清寒的。清寒会跟你这个小贱人离婚的，他为了陆家的名声，你肚子的孽种必须死！你个老太婆简直是疯了！你这是在杀人，杀自己的亲生孙！你们还愣着什么？赶紧把这个孽种给我拿掉！我的孩子是无辜的，我的孩子是无辜的！无辜的？你背着清寒偷野男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清寒也是无辜的呢？我没有出轨，这个孩子就是陆清寒的。你们快，不要用麻药，直接活剐了他肚子里的孽种！不要伤害我的孩子！不要！不要！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把他手给我废了。陆先生，你饶我吧，这都是老太太吩咐的，我不敢不从啊。拖出去，把他手给我废了。是。小希，我们回家，我会好好照顾你。伤害过你的，我一个都放不。哎，秦寒，你怎么把这个贱人带回来了？你要气死我呀你！哎，反了，这是反了！陆秦寒，你给我下来，跪在我面前！哎呦，老太太，陆总先生在气头上，就在刚刚才让人废了给太太做流产手术医生的手脚，丢进了精神病院。我想这个时候还是让陆总先静一静吧。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残忍啊？老太太，您让人在太太未麻醉的情况下给她做手术，活生生打掉她腹中的孩子，您这么做难道就不算残忍了吗？秦真，你也太放肆了！你别忘记，你就是陆清寒身边的一条狗，你敢这样质问老太太？就是啊，那骚货肚子里一捅，打掉就打掉了呗。老太太，是我慎人了，不过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说错了什么。还有，无论太太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那都是一条生命，你们没有资格剥夺。不要打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呢？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对不起。明天一早就把那个贱人赶出去，别脏了陆家的地。奶奶，你也别忘了，5年前爷爷把陆家家主的位置传给我，这个家谁走谁不走，都是由我决定。你这是要把奶奶赶出去？我打掉那个贱女人肚子里的孽种，那都是为了保住你和陆家的颜面。是谁告诉你小希肚子里的孩子是孽种？那还用说吗？你们结婚的时候你碰过他吗？还有他身上特意烫伤的梅花胎记，医生都说了，那是性虐的人干的事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梅花胎记？难道说那晚的女人真的是小希？那她肚子里的孩子岂不是？哎，清寒，这手怎么受伤了？来人，把医生叫来。秦真，那晚水晶宫的监控视频恢复了吗？水晶宫的视频监控刚刚修复好了，我这就给您发过去。根据我的调查，丽景酒店的开房记录是前台收了阮小雨的钱伪造的。清寒，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您不是一直想要重孙子吗？就在刚刚，您亲手扼杀了自己的重孙子。什么？你说那个女人的肚子里是我的重孙子？不，这不可能！你是不是疯了？
你把奶奶气成什么样子，你就不会抓陆秋华，你放过我妈！不听那孩子你干什么？快松开你妈！啊！我妈早就死了，她只不过是一个小三上位的贱女人而已。我爸的死也跟你脱不了干系。清寒，你放手，是误会。误会？那晚在水晶宫饭店给我酒里下药的人也是你，想让我欲火焚身，活活憋死。可惜那晚有一个女孩用自己的清白救我，她就是温馨，就是在那晚，她怀上孩子，是我的孩子。什么？妈，你没事吧？郑叔，联系医生照顾好你，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离开老宅半步。是。我真是老糊涂了，竟然不仔细调查，竟听见了你们黑心肠无私的话。我日夜盼望的重孙子，就这么没了。你们说，这笔账我到底跟你们怎么算？老太太，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让医生生生的给梅西刮的宫，你才没了重孙子，你现在怪到我头上了。你这个毒妇！郑叔，我奶奶晕倒了，叫医生呢。你们才是病人家属，还跟着一起去医院。我是。哎，郑叔，平时老太太可是你伺候的，你也跟着一起去吧。陆清寒，你的死期马上就要到了。郑叔，奇怪，人都去哪儿了？休息。刚做完手术，医生说你要好好休息。你要做什么？我帮你做。我不要待在这儿，我要回家。好，你别激动，我送你回去。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车开了，我送你回去。醒醒！你怎么了？你不能死！我还没有原谅你呢，我不允许你死！喂，120吗？求求你们赶快过来吧！这有人出车祸了！你还真是个扫把星。自从你嫁给我大哥之后，我们陆家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大哥，你是陆清寒的弟弟？是啊，
同父异母的弟弟，我没他命好，他生下来就是为了继承陆家家主的职位。我呢，从小被送往国外，跟他妈一个孤儿没什么两样。刚刚的车祸是不是你干的？是我，你有证据吗？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毕竟接下来你要揽下所有的罪责。我行。最新消息，陆氏集团总裁陆清寒因车祸陷入昏迷，陆家二少陆彦云将出任陆氏集团总裁之位。给你们个任务，想办法搞垮帝国集团。什么时候搞垮了，什么时候再离开公司。陆总，不好了，您在国外的几个项目已经被白子川给吞并了，公司的股价正在迅速下跌。什么？文熙，你给我站住！你个没良心的！我们清寒为了你，现在成了植物人，你竟敢吞并我们陆氏集团的海外项目，害得我们陆氏股价大跌！你这样做，你都不怕招报应吗？你们清寒，你找我来，难道不是为了你的亲生儿子陆彦云吗？毕竟他刚刚接手陆氏集团就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一定很着急吧？你个贱人，你信不信我跟你拼了！我文助理，放开他！这里这么多摄像头，他要是敢动我一下，我就让他牢底坐穿，然后再找媒体好好宣传一番。陆氏集团的股票怕是会跌停。哼，你给我等着！哥，你为什么要吞并陆氏集团的海外项目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当时帝国集团遭难，是陆清寒拍下来金地商场的项目送给我，还救了我一命。你为什么还要对陆氏出手啊？你说的这些都是陆清寒该做的。小希，你难道这么快就忘了？你被陆家老太打掉腹中孩子的事情，还有你外公至今还在医院，这些都跟陆家人脱不了关系。你说的这些都跟陆清寒没有关系。你怎么敢保证他没有参与其中呢？是温小姐吗？您的丈夫刚刚已经醒了，只不过他的双眼因为车祸造成的脑血肿失明了。你快过来看看他吧。什么？陆清寒失明了？你要去哪儿？哥，你放开我！陆清寒失明了，我要去医院，我要去照顾他。小希，你清醒一点好吗？你忘记当初陆清寒那王八蛋是怎么伤害你的？他就算是死了，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需要同情他。可是哥，他是因为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不能不管他呀。只要有我在，你就再也别想见陆清寒那个混蛋。哥，你去帮我看看他好不好？去，我只会把他活活打死。小希，你回来！女士，你找谁？护士，请问住在这里的陆清寒去哪儿了？俺陆先生半小时前才办理了出院手续出去了。他不是刚刚醒吗？眼睛还看不见，怎么走的？来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把他接走的，应该是妻子吧？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谁？怎么可以擅闯别人的家？你是谁？我是清寒的未婚妻。未婚妻？陆清寒，连法院都没有判我们离婚了，你倒是连未婚妻都有。你就是温熙，那个怀了贱主的贱。
你把清寒害成这样，还有脸来啊？陆清寒，你是瞎了，不是哑巴了。我让你亲口跟我解释，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聋了吗？你没听见女儿说，她是我的未婚妻。你之前不是一直要跟我离婚？我已经签好了。这个，拿着，拿着它去找你奸夫去。陆清寒，你不要后悔。清寒哥，我们这样做真的好。我看嫂子出去的时候，眼泪都下来了。妹妹，我的眼睛都瞎了，我拿什么给她幸福？况且之前对她，我做过太多难以弥补的伤害。她之前总是想摆脱我，但我趁着这一次，这也算了。告诉所有人，不许任何人给奶奶透露陆燕云母子入狱的消息。可是陆总，他们买凶杀人，差点害了您和太太的事情，就这么低调处理了吗？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处理。你慢点。那陆总，我就在门口候着。老天爷，太不长眼！我孙儿这么好，为什么让他变成一瞎子？没关系的，医生说了，以后我的眼睛说不定有复明的可能性。你这个扫把星，你来干什么？我来带我的丈夫去接受康复治疗。丈夫？你不是要跟庆康离婚了吗？这里没你丈夫。我已经向法院撤销了离婚申请，还有你写的那份已经被我撕了，所以你现在还是我的丈夫。我作为妻子有义务照顾他。有我在，谁也别想带我孙儿走。老太太，您擅自把我带到医院流产这件事情，按道理来讲，我是可以起诉您故意伤害的。如果不想这么一把年纪去蹲监狱的话，我劝你少管闲事。文心，我已经是个瞎子，跟我在一起，我会拖累你。当初你是怎么欺负我的？现在你变成瞎子了，我欺负你。好你陆清寒，变成瞎子还想要欺负小七是吧？哥，你干嘛打人啊？我就是要给这个瞎子一点教训，让他以后离你远点儿。不可能，我是陆清寒的妻子，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要永远跟他在一起。陆清寒，小溪，小溪，小溪，你人在哪？小溪，我要去找陆清寒。你外公醒了，说要见你。真的？太好了，外公，你终于醒了。傻孩子，别哭啊！外公这不是好好的吗？我听子川说呀，你很厉害，夺回了金地商城的这个项目，真不愧是我的好外孙女儿啊！爷爷，其实那个项目，小溪呀，子川虽然是我领养大的，但他的爷爷那当年
跟我可是过命之交啊。在你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指腹为婚，给你们定下了娃娃亲。你们现在也都已经长大了，就挑个好日子结婚吧。小希，外公，其实您昏迷的这段日子里，我差点出了车祸，是清寒救了我，但是他受伤了，现在他脑子里的血块压迫到了视觉神经，他现在看不见了。真是可惜呀。哪个家属陪病人到1楼拍个 CT？ 我陪他去吧。好。清寒，你非要像只赖皮狗一样黏着小希吗？我和小希这叫夫唱妇随。你少给我贫嘴！刚才你也都听到了吧？我和小希是有娃娃亲的，小希的外公马上就要给我们准备婚礼。不过可惜你现在是个瞎子，我还真想让你看看我和小希走进婚礼殿堂的样子。只要小希不同意，你那个婚礼殿堂只会出现在你的梦里。还有5个亿，拿着这笔钱滚得越远越好。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出现在小希面前，别怪我欺负你这个残疾人。谁欺负谁，还不一定。你找死！哥，这怎么弄的？清寒呢？他走了。你们刚才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就说我抢了你，然后就开始打我，发疯一样就跑。我不相信清寒会随便打人。你这意思是我冤枉陆清寒了？哥，我没有这个意思。小希啊，这个人啊，突然双目失明，情绪上会有些暴躁异常，这都是正常的反应。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去找他。小希，清寒，这都是你的心上人干的好事，都上报纸了。我给你念念：帝国集团继承人温熙将于近日与白氏集团白子川订婚。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我是你亲奶奶，我能骗你？陆总，出事了！怎么了？原来帝国集团在海外的资金链根本就没有断裂，而在白子川出国之后，他就和海外各大集团签订了合同，好像他们很早就知道金地商场的项目必然是他们的。我觉得白子川应该早就发现了你在国外的大量产品，已经威胁到了白家在世界首富上的位置。岂有此理！岂不是这一家子从一开始就在演戏，目的就是骗清寒，把金地商场的项目送给他们。虽然只投了1000亿，可后续都是陆家投的，价值上万亿呀！这会把陆家拖垮的。我知道。哥，这家报社是你名下的吧？他们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报道啊？我的确是让他们想尽办法来增加一下咱们帝国集团的声望，没想到那完全误会我的意思了。唉，居然想出这样的噱头来，太过分了。刘编辑，你是怎么做事的？居然想出这样的标题来吸引眼球，赶紧把新闻给我撤了。这下你放心了吧？
陆清寒，你的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你都马上要和白总订婚了，我一个瞎子前夫成天在你眼前晃，会不会耽误你的好事？清寒，你听我解释，那个新闻就是媒体在炒作罢了。我已经让子春哥告诉报社，让他们把那条新闻撤掉了。温馨，我是瞎子，不是傻子。你觉得你这样说话我能信吗？真的是个误会。我看到那条新闻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子春哥了。够了，你不要再跟我提那个男人。陆清寒，你怎么了？你冷静一点。你一次又一次的耍我，你让我怎么冷静？我现在变成了这样，看着我成了瞎子，是不是觉得很有成就感？是不是觉得很好玩？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陆清寒，我不是你的玩物。够了！当初你从我手上拿走金地项目的开发权时，怎么没有这副真诀烈女术？清寒，混蛋！陆总，白子川将太太抱上一辆车，太太好像很不情愿。是吧？快，接上去。是。白子川的车就在这附近，可这车上却没有人啊。这样，你按照我说的，咱们分头找。可是陆总，你的眼睛，按照我吩咐的做。是，你要小心一点。小西，你在哪儿？小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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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我居然能看见了。哟。醒了，我还怕你一直睡着，错过我和小溪的洞房花烛夜呢。就算你看不见，至少听着吧。白子川，你个王八蛋！你敢碰小溪一下，我不会放过你！小溪，小溪，你个瞎子，生活自理都成问题，放过谁呀？小溪。放开我！别叫我哥，叫我子川。哥，你怎么了？贱人，我让你叫我名字，你听不懂吗？子川，怎么了？我没怎么了，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装出一副绅士大度的样子来了。你做自己就好了呀，为什么要装出一副绅士的样子呢？因为别人喜欢。我从小记事开始，我就在孤儿院，那里的孩子们每天等着被有钱的夫妻选走，那些乖巧的听话的全都被选走了，所以我也开始装出一副听话乖巧的模样来。果然我也很快就被选走了。你说的那个人是我外公吗？对，就是那个老东西。他总是装出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来，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不许你这么说，外公！我就要说他那个卑鄙无耻的老东西。
表面上跟我的爷爷称兄道弟，实际上就是看上了我们家的家产，把我们家的钱财全骗到手里后，害得我爷爷气死，我父母自杀，我成了孤儿。这些我弄明白了吧？我是真的喜欢你，从我见你第一面，我就爱上你了。你放心，只要你听我话，我不会伤害你的。你想让我做什么？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不可能。你拒绝我。好，你就给我去死吧！你去死吧！没事，亲我，闭眼睛。行，为你做了这么多，还是放不下他，派人杀了你父母，为了杀了你。喂，有人受伤了，北郊工厂，快点来！你别哭了，我最多就是给你多输2次血。夫人，上次在医院，就是少爷给您输的血。小兰，你为什么不早说？现在你身体已经有我很多血了，你注定都是我的一辈子，我的老公。纠缠下去。你醒了？我中刀进医院，我还没醒。你倒是先睡。你当时真的把我吓了一跳，但是后来你上了救护车，居然开始打呼噜了，护士都惊呆了。之后我知道你哪里是什么失血过多晕倒的呀，明明就是太困了，也不知道干什么了那么累。没办法呀，那段时间眼睛失明，我也看不见我美丽的老婆，那我当然睡不着了。可是突然视力恢复了，看见我老婆的身世美颜了，我一下就睡着了。油嘴滑舌。哎，对了，爷爷已经没事了，你就不用担心了。你还记得水晶宫888号房间吗？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因为那晚是你误打误撞进我军队。你真的想起我了吗？看了监控，你才是我的负责人。那个，我把水晶宫888号房间常年包下来，以后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都去那边过。你看有点浪漫。也不光是浪漫吧，哎，主要那个地方，它是个风水宝地。什么意思？一次就能成功地，那可不就是风水宝地？